同学们，你们好。前面我们了解了20种常见氨基酸的结构、基本理化性质，下面我们接着学习肽。什么是肽？一个氨基酸的阿尔法羧基与另一个氨基酸的阿尔法氨基脱水形成肽。肽键是蛋白质中氨基酸连接的基本方式。肽键相连构成了蛋白质的主链。羟基氧和氨基氢之间形成的键即为肽键。图中的缩合反应形成的碳氮之间的红色化学键即为肽键。图中紫色长方形区域表示肽键的形成。肽键介于单双键之间，具有部分双键性质，不能自由旋转。肽键两端有关原子必须处于同一平面，称为肽平面。图中浅绿色的部分表示由有关原子形成的肽平面，绕碳阿尔法单键转动的为 psi 角，绕氮碳阿尔法单键转动的为 phi 角。这两个旋转的角度叫二面角。相邻的肽平面通过碳阿尔法彼此连接。从碳阿尔法看，碳阿尔法碳键或氮碳阿尔法键顺时针方向旋转，用正号表示；沿反时针方向旋转，用负号表示。图中为肽键肽平面的空间上的相对关系及其二面角的基本参数。氨基酸之间通过肽键连接起来的化合物，我们称之为肽。多肽链中的氨基酸因为失水形成肽，因而称为氨基酸残基。随着氨基酸残基数目的增加，其产物依次被命名为己肽。由数十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肽，我们称之为多肽，或称多肽链。下面我们了解肽链的书写及命名。一条肽链通常含有一个游离的阿尔法氨基端和一个游离的阿尔法羧基端。人们规定肽链的氨基酸排列顺序从其淡末端开始到碳末端终止，通常把淡末端的氨基酸残基放在左边，碳末端的氨基酸残基放在右边。小分子肽一般按照其氨基酸残基的顺序来命名，例如脑啡肽命名为酪氨酰、甘氨酰、甘氨酰、苯丙氨酰、氮氨酸。图中这个五肽称为丝氨酰、甘氨酰、酪氨酰、丙氨酰、亮氨酸，即从淡末端开始命名为某氨酰、某氨酰、某氨醛、某氨酸。生物体内还有许多游离的活性肽，具有特殊的生物学功能，近年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例如牛催产素，其分子结构内含有一个二硫键，是一个9肽结构，淡末端在右侧，能使平滑肌收缩，催产及促进乳腺排乳作用。连接氨基酸残基的共价键除了肽键以外，还有一个共价键即二硫键。两个半胱氨酸残基之间形成的二硫键可以稳定肽链的空间结构。除此之外，还有还原型谷胱甘肽，可作为某些氧化还原酶的辅酶，在动植物细胞中作为求激缓冲剂，维持细胞的半胱氨酸残基处于还原态。还原型的谷胱甘肽结构为谷氨酸的伽马氨基酸的远端羧基与半胱氨酸的阿尔法氨基缩合，形成异肽键。半胱氨酸的阿尔法羧基与甘氨酸的阿尔法氨基缩合，形成肽键。图中为氧化型和还原型的谷胱甘肽，同学们要注意其分子结构的差异及求激的状态，二者表示方法也存在差异。用 GSSG 表示氧化型的谷胱甘肽，用 GSH 表示还原型的谷胱甘肽。这里的氧化还原也是指求激的状态，去氢氧化、加氢还原，这一点和有机化学的氧化还原相一致。
图中为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为一个三肽，名称为脯氨酰、组氨酰、焦谷氨酸。同学们需要注意其淡末端的位置。多肽链具有方向性。除此而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天然活性肽，例如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为标明其淡端，我们一般默认从左到右即为淡末端到肽末端。图中的淡末端为丙氨酸所在的这一端。肽除了具有氨基酸的基本性质和化学反应以外，还有双缩尿反应。双缩尿反应是指含有2个以上的肽键的化合物在碱性溶液中与2价铜离子生成紫红色到蓝紫色的络合物的反应，我们称之为双缩尿反应。肽的知识点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接着学习蛋白质的分子结构。